你要想着你是改变关节角度，你是在改变你的关节角度，你的不同的姿势，你只是在改变你的不同的每一个关节，改变它不同的角度，而形成了不同的姿态。不要想着我用肌肉来做，产生一个什么力量，我用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节节贯穿。太极拳在讲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说节节？节节是什么？就一节到一节。什么是节？这一段是节，这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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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。每一个关节到关节之间都是一节。你能不能每一节在你的姿势在动的时候，每一节都是贯穿的，而没有它？就是这个啊。那你要做到这个，是在太极拳那么慢在做，它是每一个关节在动，招式在动的时候，它是每一个关节在做轻微的角度的改变。它角度的改变的时候，它能够维持到我这个膨，我的动作怎么做，我都是维持到那个膨的劲，而不会说我这个一动的时候塌了，这个节塌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在捋的时候，我的两臂还是保持到膨，没有说我捋我的手肘一塌了，这个劲没有了，你这个手臂的膨劲就没有了。所以你在做每一个细微动作的时候，你的每一个关节，它同时在，因为你姿势变了，力量的方向在走，力量在走动嘛，所以你的每一个关节它在做轻微的改变。那你能不能控制你的关节、你的小肌肉做这种改变？好像你上个礼拜说我们不是用的动这个胯，我们是用它的中间的筋，周围的肌肉跟它的筋，对，两个关节是骨头在这样，对，意思我们不是真的动中间的位置，我们是动可能是这个筋，可能是中间的筋，对，控制它两边的，因为它是骨盆跟那个大腿骨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要控制哪边要放松，哪边要动，哪边不要动。你要做到这个。所以它不是髋关节，为什么？因为髋关节不会动嘛。听不懂？所以所谓的关节是什么？所谓的关节是什么？你解剖开它没有关节啊，它是一段骨头跟一段骨头啊，关节呢？没有啊，所以关节是一个空间，你必须要让关节那个空间存在，听不懂？这样它才能叫做关节嘛。你关节不会动了，叫你一个门有关节嘛，它是松的嘛，门可以关，门可以开，那个叫关节嘛。如果开了以后就关不了，关了以后就开不了，那个就不叫关节啊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在练关节，关节是什么？关节是那个空间。那你怎么去控制这个空间的大小呢？怎么去控制这个空间呢？是用两边的骨头，它两边周围的筋，它的牵引，用这个来控制关节，也就是你控制了这个关节，它里面空间的形状，改变了它们之间的那个角度嘛。听不懂？所以我说你们在练拳的时候啊，不管练八卦拳还是太极拳，你不要想着你用什么，你用肌肉来做，用这个肌肉，用那个肌肉，不要这样想。你要想着你是改变关节角度，你是在改变你的关节角度，你的不同的姿势，你只是在改变你的不同的每一个关节，改变它不同的角度，而形成了不同的姿态。
不要想着我用肌肉来做，产生一个什么力量，我用肌肉来做，不行的。你一有这个观念，你的身体马上硬了，你那个控制就错了。听不懂？啊？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放松嘛，放松以后产生重量，重量跟地产生重力，让你那个关节间隙自然开。你的间隙自然打开了以后，有了间隙了，你才能有控制的空间，你才可以玩，这个关节才可以变化。你关节都没有空间，你这个关节不能变化。听不懂？跟你刚才那个肩一样嘛，就是说你手举高了，你的身体就要歪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这边太紧，这边的，所以你的关节达不到这个角度，听不懂？啊，你达不到这个角度，很多的东西你就做不出来，很多的连结你就做不出来。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所谓的内家拳，所谓一直要松，其实说通了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好的吗？啊，你们要改变一个观念，你刚才在做摆扣，刚才在做摆扣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就控制关节嘛，我是控制关节角度嘛，我是控制关节在转。那至于说你是哪个肌肉，你用哪个肌肉，你不用哪个肌肉，不用去想这个，因为你想不过来的。你就算找解剖图去分析出来，你知道了以后，你也做不到。听不懂？你越想控制，你就越不能控制，晓得吗？你就想着关节是一个空间，我就要去活动我的关节就好了。我这个关节就不要动，这个关节动，然后身体呢，它会去做嘛。晓得吗？我们有时候教学的时候啊，学生问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去看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一边做一边看那个解剖图，到底是身体是在用什么？那是为了现在的他必须要这样子了解嘛。可是这种了解对你练是有帮助吗？不一定所以就变出来现在很多国术它搞成什么？搞成学术论文啊，把它学术化。学术化，你可以讲很多道理，你可以用各种身心的学问来讲一个动作或讲一个拳，没有用。你这个主讲人，你做不到，晓得吗？你要讲这个道理，你自己要能够做得到。科学不是讲证明吗？你自己先做到啊。你做不到，你去讲那个就不对。听不懂？所以中国的东西是什么？中国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，还是武术，什么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人做到了以后，他把他的经验、把他的心得讲出来，传下去。传承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传承是一个人做到了以后，他把他知道的东西、体会的东西传下去，让下一代的人也能够做到嘛。这个叫传承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第二代的人他自己也做到了，第一代的人认可了，你也做到了，他再传给第三代嘛。而不是说我知道了我就能传
啊，所以现在很多有些就国术发展，他想要从什么？想要从乡土走到学术殿堂去，啊，这个很好啊，尝试很好。可是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必须你要能做得到啊。听不懂？因为武术是靠人来传的，它不是我做一个花瓶，它就是一个成果了。然后我做了花瓶传给我孩子，我孩子传给孙子，这个花瓶它都在。武术不是啊，武术靠人传啊，是不是？影片拍那么多，放到网络上去，有的人受益，有的人看了他走偏了，有的人看了还是不懂。听不懂？那起码我能做到的我放上去。我讲的东西我有示范，我讲的东西我有做到，证明了这个是可行的。好，所以武术的传承一定要这样子，一定要人传人，人传人，是在你身上，它就传到你身上；在我身上，就是在我身上。我死了，我身上就没有了。我死了就没有了。好，那后面的人能从影片得到多少？那以前的人还没有影片啊。听不懂？所以很多人说啊，你为什么不写第3本书？想想看，怎么写？写不了啊！自古到现在多少本书，多少本秘籍，多少本什么？没有用。我今天教你们的，光是今天教你们的这些东西，我写书用文字表达，请问你们能看得懂吗？我拍照片，它也是死的啊。我拍照片，你看得出来里面的差异吗？看得出来它里面的重点吗？你不练到，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重点啊，你不知道要看什么啊。听不懂？好，所以这个在练习啊，练习一定要慢去体会。你体会到一点，这个东西你做对了，你体会到了，它就在你身上了，你就明确的知道这一点了。好，还有一点时间，你们练三手吧。